我好像真的爱上他了。那他呢？他也爱你吗？我不确定，但我觉得这些都不重要，重要的是我的心现在已经不在你这里了。我知道，很多人都觉得我不是什么好女孩，但是我想让你知道，林肯，我跟你在一起的时候，我是真心的。我从来没有想过去伤害你，去背叛你。我明白，你只是不爱我。你别这样，林肯。我宁愿你恨我、骂我，我也不想欺骗你。我更不想像现在这样貌合神离的在一起。对不起，我们就这样吧。
江总，司机小魏已经到地库了，你下班了慢慢下来，不着急。你电话不接，微信不回，你以为我真不敢来找你吗？你找我干什么？公安机关正在取证，限制出境。等他们把证据链收集齐，我和明世就都完了。这关我什么事儿？这件事情从头到尾都是你咎由自取，你害得我丢了小丽式奶粉这个大客户。我现在在 DL 的处境有多难，你知道吗？你别忘了，当初要不是我故意送给了你两个大客户，你能那么容易成为他们的合伙人？你也别忘了，当初是我帮你扳倒的江远鹏。那是帮我，那是帮你自己。之前我就警告过你，不要跟我争小力士，结果你就是不听，闹成了现在这个样子。你要是不帮我，我立刻去告诉江大林和魏哲，到底是谁出卖了江远鹏。我倒要看你在 DL 怎么待下去。我不管你用什么办法，必须在案件正式审理之前，让小律师撤诉。你是在开玩笑吗？现在 DL 跟小律师已经解约了，我哪有那么大本事？你当然有。当初我也不相信你能扳倒江远鹏，你不也做到了吗？现在能帮我的只有你了。我答应你，这件事后我和你真正的一刀两断。那就鱼死网破。你让我想想。好啊，我给你时间，但是警察给不给我时间就不好说，所以你最好尽快。知道了。天终于下班了，你什么时候回来帮帮我呀？快累死了！跟你说话呢。啊，你说什么？我说你什么时候回DL？你该不是不回来了吧？就算要回去，也不能现在回去啊。你想想，是舒琴他们几个把我踢出来的。我现在就回去，那不是打他们的脸吗？难道你还真想开夫妻店？是不是有别的公司挖你啊？就算有公司挖我，你觉得还有什么比你更有吸引力的筹码呢？这么高眼识，哼！其实我不在 DL， 有些事情更方便去做。什么事啊？你还记得吗？你爸以前说，陷害他的人很可能就是 DL 内部的人。这个人一天不查出来，我心里一天不踏实。要是一点线索都没有，怎么查呀？那倒未必。你发现什么了？刚才我看见袁素来找舒琴了。袁素？他找舒琴干嘛？怀疑舒琴？我只是觉得有些蹊跷。那要不要我们查一查？不是我们，是我。舒琴是 DL 的合伙人，
你查他，万一被他发现了，将来你们还怎么在一起共事啊？所以这件事情就完完全全交给我来办。请进。5星级酒店就是不一样，布置的还挺浪漫的。啊，坐。喝点酒可以吧？嗯。哎，恭喜你啊！小力士的事情终于解决了，可以松口气了。啊，谢谢。你喝这么快干什么呀？怎么了？没什么，就是好久没这么紧张过了。其实我也挺紧张的。我很帮你，我们分手了。薛毅，我想告诉你一件事情。你说。我分手了。他喜欢玄逸了。现在的我是自由的，也有资格接受新的感情，所以我们不要再互相试探了。我就想知道，你到底爱不爱我，愿不愿意跟我在一起？你不用同情我。我明白了，王林有权利选他自己喜欢的人，我不怪他，只是有点伤心，还有那么一点伤自尊。很想你，而且天涯他现在也想爸爸。Hi, Daddy. Where are you going
号，I'm Messi。我就是前段时间做了一个阑尾炎手术，我看你一直在为小丽氏的事情烦心，我就不想再给你添麻烦了。邦尼，你要是之前这样问我的话，我会毫不犹豫地回答你。但是现在，现在怎么了？我要回美国了。爱情本来就是一种选择，有笑的时候就有哭的时候，很正常。别灰心，一定有一个非常适合你的女孩，正在等着你呢。没关系啊，如果你愿意的话，我可以陪你一起去的。你知道我语言方面是没有问题的。我是不会带你去的，因为那边有人在等着我。谁啊？我的妻子，还有我的女儿。我打算离开上海，这次来是向你辞行的。我爸爸和阿姨在泡好潜水，等他们回来，帮我告诉他们一声。你出去走走挺好的，你来中国就是来旅游的，你就把邦尼当作你旅程中的一段美妙的插曲。邦尼，我其实没有那么的高尚。我在最开始接触你的时候，就是不怀好意的。我请你吃饭，给你买东西，让你当小丽氏奶粉的代言人，这一切的一切，我就是为了今天。我承认，我卑鄙、无耻、下作。中国地大物博，风景如画，很值得你到处去走一走、看一看。但是记住，无论你到了哪里，都别忘了给我发个消息。其实我不想走，我很喜欢上海，这里有我的家人，我大哥弟，还有我的爱情。但是就在刚刚，我发现我真的做不到。嘿嘿嘿，中国可是有句老话，叫做“男儿有泪不轻弹”。是因为要想清楚。我之前伤害过一个爱我的女孩，她和你长得很像。我跟她说，等着我吧，我会回来的。但是我食言了。所以今天，我不会再一次伤害一个爱我的女孩，同时，我也不想伤害我的妻子和我的女儿。对不起。
哭吧，哭出来能好受的。对不起。我明白了。江大林，我走了。对不起啊，原谅我连当面和你告别的勇气都没有。我曾无数次梦见自己成为了这个城市的一部分，为此我也拼尽了全力。可现在我终于明白，这座城市从来就不属于我。我爸走了，现在邦尼也走了。说出来别人可能都不信，邦尼一个会8国语言的人，竟然没出过国。他早该出去走走了。你说他会不会再也不回上海了？不会的，有你在，邦尼一定会回来的。你爸爸也会回来的。我觉得好孤独，还好有你。
魏总，你想让我干什么，直说就行，不用这么客气，还请我吃大餐。别挑肥拣瘦的了，要不是我已经不是你老板了，你连这个都没有。本来你就不是，江总才是。前段时间公司是不是换了一批用了超过2年的旧电脑？那批电脑是不是还在 MRS 部门处理？格式化好的这几天已经在向公司内部的员工销售了。能不能帮我买到舒淇用过的电脑？你要那台电脑干什么呀？别问这么多了，能不能弄到？我试试吧。小军哥，哎，忙着呢。是啊，这么多硬盘，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格式化完。你来干嘛？我想搞2台主机。你要2台主机干嘛？这不是传超级计算机呢吗？银河12号。行，等我忙完给你挑2台好的。你都忙了一天了，喝口水，出去休息一会儿呗。剩下的这些硬盘，我来帮你格式化。你能行吗？绝对可以。那行，正好我去个厕所，弄完打个勾。OK。抒情，抒情，抒情。就是这个。你干嘛呢，安豆？小军哥，电脑我挑好了，钱我微信转给你啊。然后谢谢你啊，谢谢。全都打印出来了，都在这儿。就这点儿？这还少啊！舒总这台电脑用了这么久，文件被反复删除覆盖，而且还被格式化，有这些就不错了。终于找到了。什么东西啊？过来。鹏坤基金的财务报表。舒总的电脑里怎么会有这个？别问了，你也帮我查，看看还有没有关于鹏坤基金的材料。魏总，这有一封美国月子中心发来的邮件，好像是通知舒总说他儿子的中国旅行证办好了。元素。元素付的款。民事公关的老总。不要问了，继续查。魏总，梁文辉是谁啊？什么梁文辉？你看这些，舒总电脑里存了很多有关这个人的新闻，他和城堡地产的关系好像很密切。您好，您是 DR 公司的魏总吧？是的，您是城堡地产的冯先生吗？啊，是我。您好。哎，您好，您好，您是赵总朋友？是的，赵总已经跟我交代过了，有什么问题尽管跟我说。那我就开门见山了。
梁文辉你认识吧？几年前，你们城堡地产在宝山新开发的楼盘突然发生了坍塌，造成了6人轻伤，2人重伤。事后查出来是工程质量出了问题，承建方偷工减料。当时身为监理师的梁文辉，因为有受贿嫌疑，最终畏罪自杀。这件事儿您是知道的吧？这个事情已经过去了，梁文辉人都死了，再提没有什么意思吧？你当时是城堡地产的项目经理，所以你应该知道事实的真相。正义可能会迟到，但不应该永远缺席，否则早晚会有人良心不安。你说呢，冯先生？其实我跟梁文辉很熟，在事情发生之前的时候，他找过我，跟我说工程质量有问题，希望我们立即停工，采取补救措施。我也向上面汇报了，没有人理。为什么？那几年房产市场多火呀，所有的房产公司都在抢工期、抢进度，恨不得3个月就把这楼盖起来，赶紧卖。那你的话他们不听。梁文辉作为第3方监理公司派来的监理师，他的话总应该听吧？为了赚钱，很多时候监理公司就是个摆设。就因为梁文辉死活都不愿意在质检报告上签字，监理公司就给他放了一个长假。他一生气回老家了。那人都走了，为什么又扯出来一个梁文辉受贿的事儿呢？这个事情我还真不知道。当时事情发生了之后，我们所有人都人心惶惶的，不知道怎么了，就变成现在这个样子。我实话跟你说吧，梁文辉自杀了，我很痛心。这个人你认识吗？舒晴，梁文辉老婆。最后一个问题，当时出事以后，你们城堡地产的危机公关公司是哪一家呀？就是你们 DL 公司啊。有什么话不能在公司说呀？非要来这儿？我已经不是 DL 的人了，去公司多不合适啊。还在恨我是吗？那当然了，我这个人非常小心眼的。今天把你约到江边，就是想找个机会把你推下去。有几个问题想问一下你：当年你在美国生孩子的时候，为什么所有的费用都是元素帮你出的？你来 DL 接的2个最大的单子，都是从民事公关抢过来的。我不相信这是巧合。你和元素到底什么关系？你调查我，你不知道这是侵犯个人隐私吗？那你当年偷拍鹏坤基金的财务报表，是不是比侵犯个人隐私更严重？江远鹏是你举报的吧？我不仅知道你和梁文辉的关系，我还知道3年前他的死另有隐情。你来 DL 就是为了这些事儿吧？魏哲，你在我这儿得不到任何答案。舒强，你等一下，你千万别想不开啊你！你就不想知道梁文辉到底是怎么死的吗？这是去洛杉矶的机票，
信封里有一张富邦银行卡，里边有7万美金，签证呢我也给你办好了。你呢就去洛杉矶把孩子生下来。为什么要帮我？你一身两命，我觉得你可怜。再有，梁文辉是我的朋友，我觉得他死得冤。我不想走。既然我死不了，我要报仇。你真的想报仇？是的。那你就应该好好到国外把孩子生下来。等你回来，我会安排好一切。告诉我，是谁害死了我丈夫？江远吧。袁总，警方已经掌握了谭新凯的证词，以及你们之间资金来往的证据。你应该知道这有什么后果。如果你不能向我提供对你有利的新证据，我建议你考虑去自首。你必须跟我说清楚，这3000万到底去哪儿了？这3000万我投给了一家叫智讯的公司。你手上不是拿着报表吗？那上面都有啊。少来屁用！我都查过了，根本就是一家空壳公司。你先听我把话说完。是，智讯公司目前是一家空壳公司，没错。可是你不要忘了，它的背后是香港鸿升集团。不出半年，鸿升集团就要收购智讯公司。到那个时候，我们投进去的3000万，那可是原始股啊！只要一上市，30倍。你就是喜欢冒险。我知道，你一直强调咱们鹏坤基金要搞稳健投资，可是咱们得兼顾股东的利益吧？人家把钱投给我们，不就是为了钱生钱吗？这鸿升集团就这么可靠？那万一要出了问题，谁来负责？不可能！这要说搞公关啊，我是不如你。可要若论投资，我可比你强多了啊！这么多年，你看我吃过亏吗？舒姐，这是你要的东西。谢谢。陆少坤，小心驶得万年船。江远鹏，你就踏踏实实的把心放在肚子里吧。舒姐好。舒晴，你怎么在这儿？江总，刚好有份文件需要您签字，我看您这儿挺乱的，就帮您收拾了一下。啊，放着，我自己来吧。您看。谢谢。
是被人举报的。知道你爸爸和鹏坤基金关系的，仅限于 DL 公司的几个合伙人。DL 公司有内鬼。你还记得吗？你爸以前说，陷害他的人很可能就是 DL 内鬼。这个人一天不查出来，我心里一天不踏实。你还练什么？刚才我看见元素来找舒晴。元素？这有一封美国月子中心发来的邮件，好像是通知舒总说他儿子的中国旅行正办。元素？梁文辉是谁啊？舒总电脑里存了很多有关这个人的新闻，他和城堡地产的关系好像很密切。这个人你认识吗？舒晴，梁文辉老婆。当时出事儿以后，你们城堡地产的危机公关公司是哪家？就是你们 DL 公司啊。喂，我是袁素。袁总怎么想起给我打电话了？我们见个面吧。好啊，袁总有何指教？我要说，能帮上江远鹏，你有兴趣了吧？来杯咖啡。不必了，说正事。魏哲，我不得不承认，跟你比，谭新凯确实差远了。这回是我看走眼了。不是你看走了眼，是你走错了路。什么是错的路？无论崎岖坎坷，只要最终能够达到目的，那就是成功的路。所以你会不择手段。换个词儿，也叫竞争。你说你能帮到江远鹏，什么意思啊？如果我要能帮江远鹏洗清了嫌疑，你能给我什么好处？你想要什么？我要你和小丽士一起撤诉。得饶人处且饶人，魏哲，你想清楚了。就算我输掉了官司，大不了我就被判3年，有可能还是2年。但是江远鹏就不一样了，1.5个亿，他要是进去了，恐怕这辈子就出不来了。他好歹也是你的准岳父，你就算尽尽孝心，这笔买卖你划算。那你拿什么能证明江远鹏是清白的呢？我有证据。你有证据，为什么不早说呢？我就怕有那么一天，这不，果然派上用场了。我怎么相信你？那我告诉你，举报江远鹏的人是我。那1.5个亿的确是杜少坤通过分散投资到10几家空壳公司的方式赚走的，但是江远鹏对此一无所知，而我手里的证据能证明这一点。什么证据啊？是舒晴拿给你的那份能证明鹏坤基金有问题的财务报告吗？我非常想知道，舒晴为什么会和你联手？你的这盘棋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布的局？是城堡地产出事以后，还是梁文辉自杀以后？
查到的还真不少。你还知道些什么？你明知道江远鹏是无辜的，为什么还要举报他？你故意把经侦调查的方向引到了江远鹏身上。他到底对你做了什么？为什么你非要置他于死地呢？这个江远鹏自己清楚。你的推理不错，但你有证据吗？我有证据，只有我能证明江远鹏的清白。你就告诉我，这笔买卖做还是不做？不做。因为我相信法律是公正的，不会冤枉一个好人，也不会放过一个坏人。咱们法庭上见。喂，抒情的事情你查的怎么样了？刚找到点头绪，但还有很多事情没有弄清楚。他刚才跟我请年假。他要请年假？对，一般年假最少要24天。我有种不好的预感。先别着急，再给我点时间。喂，妈，怎么了？快点回家，你爸爸回来了。妈，你把我约到这儿来，有什么急事吗？最近我一直在调查舒琴。为什么要这么做？因为我怀疑他和元素有勾结，而且和举报江远鹏的事有关。
打算去自首。您说什么？琳琳，不急，听你爸爸把话说完。我见到杜少坤，他也承认瞒着我把1.5亿的资金，通过分散投资给空壳公司的方式转移到海外他自己的账户。但是无论我怎么苦口婆心地劝他，他就是不肯回来自首。我报了案，承担了我自己的责任。爸，挪用资金的事情是他干的，钱又没有到您的腰包里，您承担什么责任啊？是，我是没有挪用资金，但是我是鹏坤基金的联合创始人，我有监督责任。再说，很多人都是冲着我才把钱投进来的，损失太大了，我得对他们有个交代。琳琳，不说这件事儿了，你爸爸应该去自首。只是他在自首之前，想要见一个人。你让我怎么相信你说的话是真的？你在明世公关工作了这么长时间，袁素是个什么样的人，品行如何，你应该很清楚。而且你比我更了解舒晴。我不相信舒晴和袁素有什么特殊的关系。但如果真的她无缘无故的跟袁素勾结在一起，你觉得会有什么后果呢？如果这一切不弄清楚，那舒晴永远就是个谜。你这么爱她，你愿意永远和一个谜生活在一起吗？你难道就不想知道他和梁文辉到底是什么关系？他究竟对你隐藏了什么？我相信，这一切的答案不只是我想要的，也是你想要的。你想让我怎么做？我现在手上有一些零散的证据，还不能穿成一条证据链。袁素说他手上有证据，能够证明江远鹏是清白的。如果这个证据真实存在的话，我推测，应该是舒晴提供给他的。你想让我去劝舒晴，让他把这份证据交出来？是的，江远鹏到底是不是被冤枉的？舒晴到底是不是被利用了？幕后的黑手到底是不是袁素？我希望尽早真相大白。喂，你在哪儿呢？你能来我家一趟吗？怎么了？我爸回来了，他说他想见你。这是要去哪儿啊？度个假。还回来吗？果然被魏哲说中了。你真的要走？魏哲还跟你说了什么？他跟我说了很多，但是我不相信。我只想听你亲口告诉我事情的真相。
今天请你来，是要当面感谢你。谢谢你照顾玲玲，帮我保住了 DL。姜老师，您太客气了。DL 是您的心血，也是我们公关行业的一面旗帜，所以我是不会看着它倒下去的。江达林，与其说是我照顾他，不如说是他帮助了我。看来我还要继续把玲玲和DL托付给你。您真的要去自首？其实能证明您清白的，不止杜少坤一个人。什么意思？我一直在调查这件事情。您知道是谁举报的您吗？明世公关的袁素。我想到了，但他还有个帮手，您可能还没有想到。帮手？您的手下舒琴。没错，是我将鹏坤基金的财务报告交给袁素，让他去举报江远鹏的。因为我从一开始进迪奥的目的，就是为了这一天。你做的这一切，都是因为梁文辉吗？文辉他不是畏罪自杀，他是被江远鹏害死的。他生前跟我说过，那个楼的质量有问题，他向上面反映过很多次，但都被压了下来。直到楼塌了，他们伪造了质检报告上文辉的签名，还买通了承建商一起污蔑文辉收受贿赂，把所有的责任都推在他身上，让他去当替罪羊，最终逼得他跳楼自杀。而这一切的主谋，就是江远鹏。当年城堡地产确实将公关业务交给了 DL， 可你说的这一切，并不像江远鹏做事的风格。因为你们都被他骗了，他就是一个为了利益不择手段的伪君子。要不是因为他，文辉不会自杀，乐乐也不会还没有出生就没了父亲。所以我要报复，我要让他为他自己所做的一切付出代价。那你就陷害他。你明明知道江远鹏没有挪用资金，你却任由袁素去举报他。比起他对文辉做的事情，我做这些又算得了什么？那你有没有想过，你这么做和那些陷害梁文辉的人有什么区别？关于梁文辉，您还有印象吗？当然，他是一个非常有正义感的年轻人。那他畏罪自杀到底是怎么回事？说来话长，3年前，城堡地产的一个在建楼盘突然垮塌了，在事故的调查当中，突然又爆出了工程监理师梁文辉受贿的事儿。在舆论的压力下，他畏罪自杀了。那您知道梁文辉的妻子是谁吗？就是舒琴。当时您是城堡地产的公关顾问，所以舒琴有理由怀疑，是您策划了对梁文辉的栽赃和陷害，最终导致了他畏罪自杀。所以，他要和袁素联手来报复我。应该是这样。但是奇怪的是，我查到舒琴手上居然掌握了鹏坤基金的财务报告。那他是怎么得到的呢？
需要您签字，我看您这儿挺乱的，就帮您收拾一下。你最近干得不错，短短的时间里就拿下了2个大单，好好干，但是也别太辛苦了。谢谢您的鼓励，也谢谢您的关心。也许是我疏忽了。姜老师，我得离开一会儿。我很快就回来。我明白，你特别想替梁文辉讨回这个公道。可是你有没有想过，万一事实不是袁素说的那样？你想说什么？当年 DL 和明世竞争过城堡地产这个客户，最终江远鹏赢了。为此，袁素一直耿耿于怀。我清楚地记得，3年前城堡地产出事之后，袁素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，让我连夜给城堡地产制定一套危机公关方案。我当时也很奇怪，这件事情本应该由 DL 的人来做，为什么找到了明世？我和袁素共事这么多年，我知道他是一个无利不起早的人。更重要的是，这件事情之后，城堡地产却成了明世的客户，这里面难道没问题吗？我听你说了梁文辉被陷害的全部过程，加上我说的这些事情，你不觉得这更像是袁素的手笔吗？舒晴，你冷静地想一想，你心里也不确定，对吗？我不知道，真的不知道。让我们一起找出真相，还梁文辉一个公道，也给你一个交代。你知道我对你的感情，无论真相是什么，我们一起面对。怎么样？想通了，咱们的生意可以成交了吧？想通了，我永远不会跟你做生意。3年前，接替江远鹏为城堡地产做危机公关的人是你吧？伪造签字，收买承建方，然后把所有的责任都推给了梁文辉，最终导致他自杀身亡的人也是你吧？你不用回答我，我从你的表情里已经看到了答案。
你逼死了梁文辉，然后把一切又栽赃给了江远鹏，然后欺骗舒晴作为你打击江远鹏的棋子，这都是你干的吧？江总，我们来没有别的意思。舒晴就是想知道，梁文辉到底是怎么死的，而你在中间又是什么样的角色？原谅我们的冒昧。理解。你们等一下。事故发生之前，我找梁文辉了解情况，他给了我这个，你们看看。梁文辉发现楼盘质量有问题，他就偷偷找了当时的施工人员了解情况。这个上面清楚地记录了承建商当时让工人们偷工减料，缩短工期。很可惜，这些东西没有派上用场。就出事儿了。我丈夫他为什么要给你这些？他信任我。我们当时还商量好，由他出面去收集证据，而我去说服城堡集团。当时我们是不受欢迎的人，所以我后来就被城堡地产的高总踢出了局，而梁文辉他很遗憾。既然他信任你，你有了解真相，为什么当时有人说他受贿的时候，你不站出来给他作证呢？我有我的苦衷。你知道，我们公关是有行规的，我们都跟当事人签订了保密协议。还有。接替我的是民事公关，尽管中间疑点很多，但是后来的事情都是他们在处理，我不知情，我手里没证据。我知道，光凭这些，光凭我这么说，你们是不会相信。你们听听这个，江总，他们逼我说假话，我真的撑不住了。谢谢你愿意一直相信我，我恐怕等不到真相澄清的那一天了。江总，他们逼我说假话，我真的撑不住了。谢谢你愿意一直相信我。我恐怕等不到真相澄清的那一天了。哪儿来的？这是你丈夫在出事之前给我发的最后一条语音信息。请相信我，我从来没有陷害过梁文辉。江总，从我今天就动机不纯。
我曾经做过一件对不起你的事情。我是干了很多卑鄙的事情，但是江远鹏就干净吗？这么多年，明氏和 DL 你争我夺，他江远鹏在背后使了多少阴招？他敢说每次赢的都心安理得吗？我呸！我每次看到他道貌岸然的样子，我就恶心。这就是你所说的竞争，没有底线的搞垮竞争对手，不惜把他送进大牢，甚至于逼出人命。不用你教训我，年轻人。不要以为他们说你是公关之神，你就是神了，你还差得远呢。不用你教我怎么做人，也不用你告诉我什么是道德。我要是你，应该关心的是如何让小力士尽快撤诉，否则江远鹏永远没有回头之日。元素，我今天来，就是想诚心诚意地劝你，如果你手上真有证据，希望你能拿出来，亡羊补牢，为时不晚。赶紧帮江远鹏洗清嫌疑，这样也能减轻你的罪过。你要这么说，那我只能抱着江远鹏一起死了，看谁死得惨。魏哲，告诉你一个好消息，舒晴答应把录音交出来了，我爸爸是清白的。听见了吗？这就是报应。你相信报应吗？以前我不相信，但现在我信了。你说的对，我从来都不是什么神。甚至我一度还在困扰，我们作为公关人，到底坚守的信念应该是什么？现在我找到答案，那就是良心、道德。一个丧失了良心和道德的公关人，是这个行业的耻辱。就像你。你说的那个证据，应该就是舒晴手上的那份录音吧？正好，这回咱们新账老账一起算。3年前，梁文辉被逼自杀身亡；几个月前，江远鹏遭到陷害，离家出走；还有最近。你是怎么叫人来栽赃陷害我的？这些账我会一笔一笔的给你算清楚。该还的债，你一笔都逃不掉。袁素因诽谤罪被当事人起诉。被判处有期徒刑1年，因诬告陷害罪和损害商业信誉罪被提起公诉，被判处有期徒刑3年。同时，检察机关对梁文辉受贿案和陈宝地产楼盘坍塌案重新展开调查。江远鹏因在调查期间无故失踪，不配合警方办案，被依法采取强制措施。后期积极配合调查，经查实，并无利用职权非法挪用资金的行为，最终未被追究刑事责任。
杜少坤企图逃往境外，在深圳海关被捕。彭坤案正在调查审理之中。干杯！我们有几件事情要宣布。第一件事，我的股份转让协议已经公证好了，明天就到你公司去办手续，林恋，都是你的了。妈。第二件事情，从今天起我正式退休了。第三件事，我们已经买好了船票，下周3从上海出发，我们准备周游世界去。爸妈，你们玩真的呀？别闹了，公司本来就是您的，大家都在等着您回去主持大局呢。我这个总裁可是当够了，我也当不好。你不想当是吗？那好啊，你做做他的工作。刚我爸说的话你都听到了吧？回来吧，你来做总裁，我给你当助手。无论做我的合伙人，还是做我的男朋友，我都需要你。外面找我的人多了，我干嘛要答应你啊？因为我够有诚意啊。公章你都随身携带，你是皮包公司啊？这个条件够诱人吗？不够。我说过的我都做到了，保护你，守住 DL， 帮你爸爸洗清罪名。你答应我的是不是也该兑现了？我答应你什么呀？嫁给我吧。10月1号是个好日子，我要娶你。我想有个家，这得当总裁重